顾秋怡记忆中的安承熙已经有些模糊了，毕竟他带着叶晨离开燕京的时候，自己年纪还太小。他不禁喃喃道：妈，我都不太能记清楚安阿姨的样子了。我小的时候，她喜欢我吗？林婉秋笑道：你安阿姨不知道有多喜欢你。你出生那天，她就在医院陪着妈妈，是第2个抱过你的人。真的啊？顾秋怡明显有些惊喜，又问：那我跟叶晨哥哥的婚约，到底是你们谁提出来的啊？以前都没跟我说起过。林婉秋感叹：你俩的婚约就是你安阿姨提出来的。那个时候叶家是国内最强的家族，我跟你爸平日里就特别受你叶伯伯和安阿姨的照顾。那个时候说良心话，我们一直觉得叶家是我们高攀不起的存在，他们能把我们当成自己人，我们就已经非常荣幸了，哪敢去想能和叶家联姻呢？顾秋怡惊讶地问：那安阿姨为什么会提出联姻的想法呢？林婉秋笑道：当然是喜欢你了，觉得你最适合做她的儿媳妇。顾秋怡心里开心极了，在她看来，叶晨身边红颜知己太多，但自己是唯一一个得到过叶晨妈妈肯定的。从这一点来说，自己就与其他女生不一样。而她觉得遗憾的是叶晨妈妈去世太早，就像妈妈说的，如果叶晨妈妈还活着，一定会替自己做主，不会让自己一直被这么晾在一旁。可母女2人感叹的时候，做梦也想不到，安承熙竟然就一直还活着，而且前段时间就住在离着不远的雍和宫内。即便现在住在普陀山，离燕京也不过就1000多公里。此时此刻，安承熙正在普陀山的禅院之中打着转香，转香打出，他用一根线香将其引燃，待徐徐青烟飘起，他微微凑近闻了闻，闭上眼睛，感受内心难得的平静。孙姐来到跟前，恭敬地说：夫人，少爷中午在顾家吃饭，叶长敏正在亲自采购，似乎晚上叶家也有家宴。安承熙睁开眼睛，微微点头，笑道：看来他们是要一起向晨儿施压了。孙姐说：四海走水路，估计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到华夏。不急。安承熙说：就算再慢，正月也该到了。孙姐问他：夫人，您以前不是说伊藤家的大小姐其实最适合少爷吗？是啊。安承熙微笑道：平心而论，在我看来，没人比菜菜子更适合晨儿，尤其他已经悟到将来对晨儿会大有帮助。孙姐又问：那您觉得顾小姐这边呢？安承熙微微一笑，轻叹道：囡囡是我抱着长大的，于理我觉得菜菜子最合适，于情没人能在我心里取代囡囡。言罢，安承熙感叹：晨儿与囡囡的婚约，当年确实是我主导推动的，自囡囡出生时，我就将其视为己出，喜欢得不得了。而顾延忠和林婉秋夫妇对当时年幼的晨儿也是相当喜爱，所以我就提出让2个孩子定下婚约，待晨儿和囡囡长大成人，便让2人结为夫妻。有人也劝过我，觉得当时已经进入到开放的新时代，不应该再搞这种父母替孩子决定婚姻的老封建行为。但我依旧坚持，因为我始终觉得，有些好的东西和好的事情，就是要家长替孩子提前做决定，提前争取来的。说到这时，安承熙忍不住轻叹一声。那个时候，我和常英已经与破青会有了诸多接触，知道了破青会的许多秘密。我当时最怕的，不是有朝一日破青会找我和常英算账，而是怕他们将来会在晨儿的身边安插各种书生。听到书生2字，孙姐表情登时一凛，她知道书生的厉害之处，这些书生被破青会自小培养，只为尽全力取悦一个人的关注。破青会在书生身上十分舍得下成本，而且他们往往会打造各种各样类型不同，但都非常优秀的书生，潜伏在目标人物的周围。目标人物有可能会遇到很多非常满意的异性，而这个目标人物不知道的是，他陆续遇到的这些优秀的异性，可能绝大多数都是专门为他培养的。谁又能抵挡住一个自小就为自己量身定做的异性？所以
安承熙对叶晨也有同样的担心，万一破清会在叶晨身边不断安插各种书生，就算自己能识破，其中一部分也不可能把每一个人的真面目都看清楚。一旦儿子将来娶了书生中的一员，那对儿子对整个叶家都将是灭顶之灾。这种情况下，他必须要让叶晨将来迎娶一位知根知底的女孩子，以此来彻底杜绝书生的隐患。而真正知根知底的人并不多，顾延忠和林晚秋就是最好的选择。只要叶晨能够迎娶顾秋怡，破清会无论在他身边安插多少书生，都不可能成功得了。更何况自打顾秋怡出生，他就特别喜欢这个姑娘，幼年时就能看出顾秋怡格外漂亮、聪明而且善良，绝对是做叶晨妻子的最佳人选。不过安承熙的关于书生这一层的考虑，顾家人并不知道。按照安承熙那时的规划，他要把叶晨留在身边，一点点引导培养，同时也培养他与顾秋怡的感情。待到两人都成年，就先让他们把婚结了。可谁也没能料到，他们与破清会的仇恨因为九玄天经而迅速加剧。吴飞燕一心想杀掉叶长英一家三口，最后被逼无奈，叶长英牺牲自己保全儿子，又为安承熙安排了一出金蝉脱壳，让他逃出升天。往后的这么多年，安承熙不敢现身，更不敢与叶晨相认。回想往事，安承熙也不由苦笑，造化弄人。我最怕晨儿被书生迷惑，却没想到事发之后，长英的安排让晨儿彻底失去了叶家后代光环的同时，也侥幸让他彻底避开了书生的潜在威胁。想到自己那两个被书生耽误一生的弟弟妹妹，安承熙声音清冷地说，赵楠与悠悠都以为自己是世界最幸运的人，找到了最懂自己、最爱自己，也最符合自己心意的心上人，却不曾想这都是吴飞燕的书生，这个歹毒的女人，早晚要为她造的孽付出代价。